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谭松韵、侯明昊尽力了，但光速抬走的逍遥还是留下诸多遗憾。40集体量，11天播完。古装奇幻剧集《逍遥》以一种近乎清库存的排播速度，昨天匆匆落幕。作为一部汇集了谭松韵、侯明昊、汪铎等实力派青年演员的作品，这种甚至来不及发酵口碑的播出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行业现象。在2025年古偶剧集普遍高开低走的背景下，逍遥的命运折射出的是当下仙侠剧在创新与套路之间挣扎的缩影。回顾逍遥的开播期，其面临的舆论环境并不乐观。对于阅剧无数的仙侠受众而言，该剧高光片段的短视频宣发显得过于老调重弹。大婚之日，谭松韵饰演的宁安公主一箭穿心刺杀侯明昊饰演的夫婿红叶。这一幕在视觉与情感逻辑上极易让人联想到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紧密刺杀续凤的经典桥段。这种在经典套路中的同质化开局，一度让不少观众在第一印象上便打了退堂鼓。在如今这个黄金3秒定生死的时代，缺乏新鲜感的开篇无疑是致命的。然而，随着剧情推进至中后程，不少坚持下来的观众惊喜地发现，逍遥并非一部简单的复制粘贴之作。剧集试图在陈旧的3生3世框架下，通过引入莫比乌斯环式的时间结构来寻求破局。剧集构建了一个精巧的时间错位，故事的开始即是第3世。身为妖王的红叶带着第2世的刻骨记忆，而身为凡人的逍遥却记忆全无。这种全知视角与盲盒视角的对撞，为剧集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张力。让观众意外的是，随着逍遥拥有了第2世作为人族公主宁安的记忆，后来又在穷奇、傲狠、腾蛇3位万年大妖的助力下，并最终逆转时空回到万年前开启第1世。这种层层剥茧、首尾相扣的叙事结构，确实为日渐僵化的仙侠剧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遗憾的是，这种充满野心的叙事架构最终未能得到完美的执行。剧集后半程逻辑漏洞的频出，成为了该剧口碑未能逆风翻盘的关键。剧中角色的行为动机时常出现断层，例如张小婉饰演的逍遥智有大力的突然倒戈，显得突兀生硬。汪铎饰演的斩妖石秉烛，在经历了一路人妖均有善恶的观念洗礼后，其黑化逻辑依然显得单薄，不仅战力崩坏般的斩杀3只万年大妖并吸收妖心，其归隐赎罪的结局更像是为了强行收尾而做出的妥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谭松韵、侯明昊以及汪铎等一众演员在剧中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尤其是剧中穷奇、傲狠、腾蛇3位大妖的塑造鲜活立体，成为了全剧的意难平。编剧一方面塑造了极具观众缘的角色，另一方面却以一种近乎草率的方式让他们下线。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对观众情感的一种消耗。逍遥的大结局引发了广泛争议，男主红叶自我封印守护天下，独留逍遥逆转时空回到原点。部分观众试图从红叶细微的表情层次中解读出带着记忆重逢的 HE 圆满结局，但这或许更多是观众的一种美好愿景。从叙事逻辑来看，所有的时空闭环题材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真理：回到过去往往无法改变既定的结局。如果逍遥真的如观众所愿，带着记忆沉溺于过去的幻象中，那么这种自欺欺人的圆满，反而是消解了角色应当具备的洒脱与成长。这种为了迎合市场求甜心理而留下的模糊结尾，实际上削弱了悲剧美学本应具有的震撼力。纵观全剧，逍遥拥有一流的特效水准与全员在线的演技，谭松韵与侯明昊的对手戏也不乏高光时刻。但在2025年，
观众已经见证了太多制作精良却铺得毫无水花的古偶剧，繁华落尽，终是一梦。谭松韵的少年侠气，侯明昊的深情眼眸，以及汪铎那令人唏嘘的疯魔，都随着这11天的倍速播放消散在风中。这部剧最令人遗憾的，或许不是那个强行圆满的结局，而是这些优秀的演员在一场逻辑崩坏的剧本里，依然献出了诚意。再华丽的特效与再精湛的演技，如果缺乏严谨的逻辑闭环与扎实的人物弧光作为支撑，终究只能是一场逍遥的幻梦。展望2026年的待播片单，换乘恋爱仍在继续。观众也期待创作者们能拿出更多的诚意，让古偶剧不仅有皮香的精美，更有古香的坚实。